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这13年都过去了，难道这一件事情你忘不了吗？他比我大8岁，我接受不了。我们结婚13年了，我本本分分的付出，你现在还把我当保姆一样看待，你尊重过我吗？我没把你当成保姆，照顾我和我爸妈是应该的。是我错在先，你做什么我都能接受，我只希望你能对我的女儿好一点，不要伤害她。孩子终归是要自己独立的，我做的这些都是为她好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尤先生41岁，来自北京，工人；周女士49岁，来自山东，待业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您比他大8岁呢。结婚多少年10多年。10多年是多少年？14年。有娃吗？有，不是我们俩的，是因为我跟他是2婚，孩子是我的，今年18岁。男孩女孩？女孩。你们俩之间没要个孩子？没有要。那今天为什么而来呢？这不是高考了吗？小孩成绩不是特别好，考了个大专，然后我就想让他去复读，然后我爱人就是不同意，因为我就觉着像我女儿说的那句话似的，复读呢就是说的后悔一年，不复读呢就是后悔一辈子。我就想着圆他的梦吧，我爱人说什么都不同意。复读没有用，一直就没有什么意义。为啥没意义？他没有那个天赋上学，以前从小学就开始给你办补习班，你就一直就没考上。如果要办了补习班，你都考不上，你复读一点用都没有。孩子打小就一直在补习是吗？对。在哪儿高考的呀？在北京。打算去哪儿复读呢？复读我想回那个山东。他就是这样的，一竿子就打死了，就说认为我们孩子就没有用，因为我们结婚之前吧。就那8岁，我没跟他说。结婚以后呢，他觉得这个8岁呀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欺骗，然后就耿耿于怀。当时娶她的时候，不知道她比您大8岁？不知道。知道她有婚史吗？知道。知道她有孩子吗？知道。这个都知道。为什么没告诉她比她大8岁呢？当时呢，我就觉得这年龄也不是问题，也没想起来说这个年龄的问题。后来怎么知道的呢？后来是。那个结婚时办那个酒席典礼知道的。怎么办酒席的时候才知道呢？因为是登记时他的身份证是翻过递到工作人员手里，办完以后他把那个他的身份证跟那结婚证他全拿走了。办酒席的时候慈禧要念那个，所以拿出来的。这么着还知道。所以您心里很不舒服是吧？第一段婚姻在哪儿啊？嫁到哪儿了？嫁到内蒙。然后我们俩是经人介绍的，属于闪婚，见面到结婚1个多月就结婚了。那您当时是初婚还是再婚啊？初婚。怎么就给您介绍了一个离异又带孩子的，您还接受了呢？因为父母那儿也催着。闺女是在北京高考的，就说明闺女是有北京户口的，是吧？您第一次婚姻是嫁到了内蒙，您是山东人对吧？对。这闺女的户口上在哪儿了呢？当时是上在我们山东，而且办这个户口的时候，她也点头了。所以您现在和闺女都是北京户口，对吧？对。等于迁到了男方的家里这个户口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对。闺女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闺女多大呀？当时4、5岁吧。那这10几年，你觉得你先生对闺女好吗？我觉得不是特别好。不是特别好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平常交流上，因为我姑娘跟她一样不太爱说话。再就是我姑娘说她的学习，父亲对她影响很大。
因为他觉得每天都要哄着父亲，要哄着这一家人高兴开心。他为什么要哄着父亲呢？因为他想让父亲开心呀，父亲不会把他不要他了，因为他有这个担心啊。对呀。那这个担心谁灌输给他的呢？这个担心是之前我的婚姻吧，因为他父亲就跟别人走了。那不是才3岁吗？3岁，他说他记得，所以说他怕这个父亲不要他了。那您是不是经常会跟他说呀？我没有跟他说过，在7岁之前没跟他说过。那如果咱们按时间来算的话，您娶她那会儿就26、7、27、8，对吧？差不多。差不多吧。你们俩之间没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吗？想过。为什么没要？因为老在吵架，所以就一直没要。为什么吵呢？因为老是不顺心嘛。您指的不顺心是指什么呢？因为他欺骗了我。就是这8岁是吗？对。这很重要吗？重要。那您就这坎儿过不去。过不去。就别别扭扭的跟他生活10几年。那图什么呢？图他对我的父母照顾的还挺好。他说是那么说，照顾他父母，实际上多半也是照顾他呀。他回来往那一坐，完了就是支持我拿这拿那，而且他又说，你看你在家里头风不着雨不着的，太阳也晒不着，多好啊！那意思，我在家里头可享福了，他在外面可辛苦了。村里的那些其他的人都出去工作吗？基本上都出去工作，年龄大一点的都出去。那您为什么没出去呢？这10几年？我也中间有过出去过，因为我们那是郊区，如果我要工作的话，就要上市里。他那个如果坐班车是上下班需要5个小时才能回来，这么样呢，就家里头一切事情由他来照顾，他就不乐意了。他就觉得那个家里负担太重了。你出去上班挣2000多块钱够干嘛的？连你的路费钱都不够，只能我出去挣钱能养活你，你自己挣2000块钱根本就养活不了你自己。所以在您的心里是这10几年来是你养活了这你儿俩和一家人，是吧？对。他没有什么作用，是吧？照顾家里就很好的作用，这个您承认是吧？对。好。他就整个把我当成保姆一样，那就是家里头就为他家里人服务，那我也没有什么怨言。我觉得这个8岁是我亏欠他了，我愿意这照顾家里头。他说那2000块钱也不现实，我是本身就是学医的，我随便找一个医院当个护士，我就当个保洁员，他也不是2000块钱。您学医的？对呀。护理专业毕业还是？我是医师毕业。什么科呀？内科。这10几年的婚姻您满意吗？我不满意。那为什么将就着呢？因为将就当时的时候，因为我有一些病人吧哈，我们后邻居有时候打个针呀，就是我也会打针，我也会那个什么的哈，他们就会叫我的。那有一次呢，我邻居那个小孩吧，正好，放学，我正好下班路过哈，我们俩在车上同时都下车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阿姨，你去哪儿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出去上班去了哈。”那时候还跟他结婚没多长时间了。然后那个小孩我俩就聊起来了。这时候我女儿从后边跑过来了，她就问我：“妈妈，那谁呀？”我同学说：“你找个小鲜肉。”我说：“别胡说八道的哈，人那是后边邻居，管我叫阿姨。”然后他我怎么不认识？我不同意你找别人啊。首先我就认这一个爸爸，我不管别人叫爸爸。不是说闺女跟他的关系不好吗？姑娘是这么想的，觉着这个爸爸呢，他总的来说他还是有爸爸的，在外面还是有面子的。如果要是我分了之后呢，他不是没面子吗？妈妈又离婚了，又找了个爸爸，面子上过不去。对不起啊，我问问您先生啊，闺女在您的眼里是打小就没有认真学习，是吧？也可以这么说吧。您管过她吗？因为她不让我管。谁不让您管？她母亲不让我管。好，那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？不幸福。不幸福要他干嘛呢？不幸福就是要有一个人照顾我父母。对。你娶媳妇儿不是为自己娶的？也是为我自己娶的，也为了是照顾我父母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欢过。喜欢过。对。什么时候不喜欢了？
就是结婚当天看到他比您大8岁，对，就不喜欢了。那图什么呢？除了结婚那天是为了好面子，没有办法。没办法。生米煮成熟饭了已经。没办法。这8岁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呀？您是觉得说，哎呦，年龄比我大，我接受不了，还是特别在乎他骗了你？骗了我。就是欺骗是吧？对。所以你相信他吗？不相信。打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再信任他了，是吗？对。好，如果说一开始您的回答是我觉得这个年龄不是问题，我没有告诉他，那为什么在领结婚证的当天还领完结婚证，按照你先生的描述是把结婚证的背面递了进去，领完结婚证就把结婚证拿走了，这个在我看来就有一些刻意的要隐瞒这个年龄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觉着我要是告诉比他大8岁的话，他肯定不同意。那你觉得这算欺骗吗？这不算欺骗，这善意的谎言吧。善意的谎言谁获利了呢？他也获利了，我照顾他家，我为他家付出那么多年，我也算是弥补他了。这10几年就手里没攒点钱吗？我又不去工作，怎么会能攒钱呢？他1个月给我几千块钱，然后就够开销的。如果他这次就是不同意，你怎么办？因为没办法嘛，养人鼻息嘛，他在养着你嘛。你们这婚姻是完全这么听起来，按你们夫妻俩的描述，这个婚姻就是一个形式性的婚姻嘛，或者叫工具性婚姻嘛。在这个婚姻里面，你用你的付出来照顾他和他的家人，他用他的付出来供养您和您的女儿，所以他现在不准备再供了，好像也在情理之中，在他的想法里是这样吧，先生？对。那您怎么办呢？我认为可以商量嘛，坐下来商量，他就是不跟我说话，然后他就是就包括这个8年8岁他也不跟我说。我也曾经跟他说过你看现在吧像这种状况，我带着孩子我也挺不容易的你现在娶媳妇你也挺费劲的，那咱俩坐下来商量商量，你到底心结在哪儿？心结哪儿不高兴？就是被骗嘛。被骗，那你也是跟我生活10多年了。所以我就说，你们10几年来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吗？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？这10几年，这10几年几乎就是我做完饭他就吃饭，吃完饭喝完酒他就睡觉去了，然后我呢就该收拾收拾屋子吧。这14年就从来没有一个意外让您怀孕吗？也曾经怀过。后来为什么没要？他不要。为啥？刚结婚那会儿经济很差。你爸妈就不着急抱孙子？着急也是经济上支撑不了我，因为我那会儿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。再后来就没有过了。后来是我自己不要。我当时我觉着他当时的时候他那个表情，我觉着我挺伤心的。他根本不是说养不起，他根本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过，我就是那么想的。就像我姑娘对他说似的，爸爸你想要孩子你就得哄我妈，你就得让我妈身体健康开心，然后才能要孩子。你这姑娘在这个家里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啊？那么小的姑娘说的话就是怎么让人听着那么心痛呢？对呀，她没有童年，她从来就没有童年。我有的时候我觉着我做母亲话做的一点都不合格。其实她以前学习也挺好的。闺女是坚决不能复读是吧？所以你对闺女未来的规划有吗？当继父的直接上大专。上完大专之后呢？直接参加工作呗。成年人了，您是不打算再管她了？管呢，该管我还得管呀。就您打算出嫁给她准备嫁妆？对。正常的生活费用您会给她？她要是工作了以后，我就不会给她了。我是说在求学的这段过程里。对，会。好。如果她万一这个读着大专，她又考上研究生了，可怎么办呀？那就考上继续吧。还是供她？对。行。她坚决不同意，你怎么办呀？这态度我们已经问清楚了。坚决不同意，我还是随着我女儿的意愿走。我想办法。带孩子的我都可以接受，只要你好好跟我过日子，
谁成想，在我结婚的时候，你得宣读结婚证啊，对吧？证婚人，一读这身份证号码，我发现这女人愣比我大了8岁。我娶她之前，她都不告诉我。我们俩领结婚证的时候，她都一回想细节，是把身份证反着递进去，结婚证领完之后自己带走，那这就叫刻意隐瞒嘛。哎呦，这女人得多骗我呀！对吧？感情挺好的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娃出去说：“哎呦，哥们儿，你那媳妇儿是不是那什么呀？”本来就不信任，禁不住2句风言风语，这孩子就不要了，觉得自己被绿了是吧？对，孩子不是自己的，那你就打掉吧。打掉以后，妻子伤了心了，你是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，你是把我当一个女人吗？我这还带着一个娃呢，对吧？对。我再生一个，给你生一个，你得怎么虐待我这个娃呀？就此，我还就不给你生了。你不给我生了，你凭什么就能留在我的身边呢？我不信呐，那我就不能让你跟外界接触，我要断你的各种能走的路径，对吧？对。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这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在身边，对孩子好吗？人还是善良的。对孩子还不错，因为我们可以从各种细节里面听到，他有几句话其实说的特别是点子上，那就说这个爹想管过，妈不让管，还给女儿报过补习班，是吧？对，打小学你就开始补习，要补习好，早就补习好了，说明你没有学习这份儿，那为这闺女没少花钱吧？我们再看事实，结婚之后母女俩的户口都迁进了北京。这是事实啊，这是一大权益啊。那曹老师直点头，这是一大权益。就刚才就想问这事儿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这对夫妻在10几年的这个婚姻过程当中，丈夫心里8岁的那个结，他从来没信任过这个女人，是吧？是。现在这个线索就全对上了。我们不是探案啊，我们之所以想把这件事情梳理得很清楚，我们是想找一找有没有解这个生活死局的可能性，到底从哪个角度去找？事儿摆在这儿了，各位老师看怎么解，给这对夫妻提供一些参考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么多年的婚姻，2个人已经无话可说，连说话的激情都没有了。隐患当然就是隐瞒8岁。当时不管怎么样爱这个男人，坦诚地告诉他自己真实的年龄，这是必须的，他是有知情权的。他当初您可以纠错，但是由于您有自己的需求，所以你放任了，这就是你的责任。而且这样的怨恨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它是越来越浓烈。这种耿耿于怀，我告诉你是一辈子的永远的痛，在他的心里，他对这场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念想，他不会顾及13年您的付出的，他认为他也付出了呀，把你养了13年，把你女儿养大了，所以现在的抉择就是自己做的，没有必要在女儿是复读还是上大专上去耿耿于怀了，你没有筹码，这一切你要反思，女人。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婚姻，如何去走向婚姻，如何享受婚姻，这是一个命题。谢谢。严老师，2个又可怜又可悲又可恨的人，你根本没有真正去爱过这个男人，没有真正愿意和这个男人组成一个家庭，过你们的日子。我听起来你全都是在为你的女儿在算计她的人生。你可能对她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，但是在你们的亲密关系中微不足道。你所有的力量都用于成全你的女儿，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个独立的女人啊，你也是一个人啊。你本身是配拥有一份情感的呀，你本身是配拥有一份价值的呀。你既可以通过工作去实现价值，也可以通过做妻子做母亲去实现价值，但你都没有。这个男人我跟你讲，你也是又可怜又可悲又可恨。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青春，拿你10几年的人生
去轴这件事情呢？你把它看起来就能看着一个一辈子照顾你父母，你脸上能让你有点光的女人吗？你一直紧攥着这个婚姻，有任何快乐和成就感吗？我觉得你们差不多到头了，各取所需或者各有记恨。你这10几年看着他囚禁他，也算是报复完了。咱为自己以后的人生找找路好不好？40岁出头，你还能娶一个不错的媳妇儿，生个孩子，和你一起照顾父母，给他们养老送终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10几年都解不了的疙瘩，解不了的结，无法建立的信任，还有必要再去延续吗？曹老师，一开始啊，刚听你们俩这事儿的时候，我没有感触这么深。整个故事捋清楚之后，我发现呀，这2位这些个婚姻时间绝对都是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，各有各的战术跟办法。那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，就是说当年你们俩相处的时候，第一点，他接受了你是2婚；第2点，他接受了你有孩子。但是为什么不在这2点基础之上，你大8岁的事儿，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啊。如果你坦诚的说的话，整个后来的这些事儿是都不会发生的。那之后发生的事儿我就不说了。那最后的点就是在于，到底要不要帮助孩子去走进下一步？那刚才男方已经说了，不会了，已经说的这么坚决了，我觉得你的努力应该不会再有成效了。而且你毅然决然地说，如果他不会帮助你的话，你就要回到山东了。这话其实当出口的时候，这边就不可能有回旋余地了。好，我发表完毕。哎，谢谢曹老师。米大老师，各怀鬼胎，但是我反而更同情你丈夫。你自己说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，但这个善意的谎言里头藏了8年的经历。之所以他在8岁这件事情上绕不过去，就因为8岁这件事背后应该还有很多的事情，你忽然都发现经不起推敲，你搞不清楚哪句真哪句假了。而且当发现一个女人可以处心积虑的连这事儿都骗，连登记那一刻的小细节都骗的时候，你就会想，这个女人还要骗我什么？她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已经得到我的人了，得到我的户口了，接下来要得到什么？现在要一笔钱，然后所谓的带着孩子去复读，然后给孩子供了，那为什么不是这个女人从我这里拿了一笔钱跑路呢？户口也得到了，孩子也养大到18岁了，要走还要拿一笔，为什么不是这样呢？咱这位兄弟，这个婚你如果觉得可以及时止损，你离了吧。我不知道在这个婚姻里你图什么。你的这一段人生里，你的父亲母亲虽然说生病被他也照顾过，也算是有过这么一段时间了，但您不能把自己的后半生你打算交给谁？你的父母可以靠你娶一个媳妇儿回来照顾，请问你靠谁照顾？离婚吧。就好多事儿现在基本就非常清楚了，不管应该怎么办嘛，我们把这个事儿的解决思路跟2位做一个最后的梳理，好吧？第一，如果你们认为这13到14年的婚姻是没有爱的婚姻，只是彼此利用，那么请终止它，为了彼此的人生，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。第二是关于女儿的问题，我都不说读大专好还是本科好，我换一个角度来说，这姑娘如果今年复读，明年还没考上，这姑娘接着要求复读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？恰恰是因为你觉得对女儿愧疚，只是你觉得对女儿愧疚，而骄纵了她。所以第2个层面，请女士考虑一下，女儿是不是一定要复读？第3点，在我们不能掌握全面的信息之前，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好的建议，没有办法给出。但是我想这个建议即使什么都不知道，它也不会错，就是放过彼此，放过自己，善良一点。放过的意思当然包括很多，对吧？选择分开是一种放过，选择继续，但是我们把以前的恩怨真的都忘掉，我们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也是一种放过。总而言之，要坦诚，别在心里藏事儿了，藏了14年，不累吗？
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年。我觉得吧，那个女儿要复读，这样我今天给一个出来的前提，你同意出钱给闺女儿复读，您就出来；不同意可以不出来。你说我放弃了女儿复读这件事儿，我不坚持了，你就出来，好不好？听明白了吗？我的表述清晰吗？清晰。跟你们俩的婚姻没有任何的关系啊！我们今天就事论事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。小心被骗，小心被骗，小心被骗啊！来，博宏兄，一声叹息，双不出。男别出来了，女有可能还会出来，他想再转还一下。肯定是双不出啊，就肯定还是各自。但是我说您刚才这个2个问题非常的好，这2个问题让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思考。但是不管我站在谁的角度，我思考完了，我还是不出。行了。双不出肯定是双不出，在这里稍微就是保护一下这个继父的权益哈。如果继父觉得自己养的继子女很可能就是这样鸡飞蛋打走了，其实是可以在商量之后呢，做出一个收养的一个手续。继父母是可以收养自己的继子女来作为自己的养子女，来给自己进行一个这个养老送终的，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说不定有可能那女孩还愿意呢。对，行吧，咱们看看他们怎么选择吧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咱们看看他们怎么选择吧，请开门。好，没有那么大的。我们曾经多么甜蜜温馨，你承诺我，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们仍然是这样的轻松自由。可你背叛了你的承诺，也忽视了我。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变过，但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责任与包容。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，也希望你能够及时沉浸在母亲的身份里。你喜欢我的独立自主，如今却想让我变成家庭主妇。可我首先是我自己，才是一名母亲。孩子需要母亲的陪伴，妈妈永远是不可替代的，这比金钱更重要。我也是第一次做妈妈，我明白自己仍有欠缺，可我还是希望能够兼顾女儿与事业，也希望你能体谅我。我是如此相信你，相信你的温柔和善良，一定能培养出好的孩子。交给别人我不放心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徐先生29岁，来自长春职员；雷女士32岁，来自长春人事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女大3。对。报上金砖了吗？报上了。啊，报上了，报上不就行了吗？怎么着？今儿来是因为我主张来的，是因为结婚之前呢，我们就商量好了，说的刚先奋斗一下，然后冲一下彼此的事业，将来打一个经济基础，然后再生孩子。但是呢，结完婚之后，有一次就是中秋的时候回我们婆婆家，就是大家一起聚餐嘛，我就上卫生间回来就听到了。他父母还有亲戚也在跟他说的，你看啊，我已经比他大那么多了，我年纪也快30了，那意思是我再不生孩子，以后万一生不了了怎么办？或者是孩子身体也会不健康。然后回到家晚上就跟我说的，咱生个宝宝吧。然后跟我说又也拿着我年纪大，然后父母还能帮我们带，并且承诺我只管生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管啊。然后我就想着早晚得要孩子，那就早要吧，然后我就给生了。生完之后呢，所有的问题都变了啊！脏活的累活都是我自己做，而且孩子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，他们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听明白了。而且他还变了啊！你们结婚几年
今年第4年了。娃多大？3岁。这不是一结婚就生了吗？对，因为我们是春天领的证嘛，中秋的时候他就回来跟我提，就很快，刚不到半年，就跟我说要生宝宝。在我最开始我俩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俩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，但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毕竟他比我大3岁，然后就是女生生孩子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，这个是众所周知的，对吧？我就是最开始其实也想着先为自己的事业、双方的事业去奋斗一下，但是左右一想呢，就是反正也经家里的一些劝导吧，觉得毕竟年龄现在也到，也可以要孩子了。我们呢想趁着现在还年轻，先生一个健康的宝宝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父母毕竟现在相对于年龄呢，还有身体也相对于健康一些，也可以帮我们带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也不用所有的精力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。这事儿有啥好解释的呀？中国人讲这叫天丁吗？对不对？人丁兴旺，天丁不是好事儿吗？但是生完孩子他就变了。怎么变了？因为结婚之前他对我特别好，因为我俩是闪婚，就是相处了3个月，我俩就结婚了。啊。当时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对我非常体贴，也非常好，而且他很上进。但是结完婚之后呢，我俩也没有像普通的夫妻吵架，因为家务啊琐事吵架，从来都没有过。但是我俩生完宝宝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她当时怀孕之前还跟我说的，以后我们还是2人世界，就是她的承诺。但是生完宝宝之后了呢，她很少陪我出去过2人世界。好不容易有一天陪我们出去过2人世界了，孩子闹嘛，然后我自己抱着孩子，因为我家孩子可能比较胖，我还长得比较小，我就很累。她在前面就推着婴儿车走，也不管我们，就把我们扔在后面。婴儿车里有孩子的东西就在那摔。从那以后，他一生气一发脾气就摔东西，就身边有什么他就摔什么。是这样的，主持人，那天是什么情况？就是我因为平时工作现在很忙，就是基本上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很少，很长时间都是在公司加班。好不容易有趁一个休息。不是您什么公司？房地产行业啊，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呢，我寻思在家多休息休息，调养一下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。他呢就想让我多陪陪孩子，但是呢孩子一出去，毕竟年龄小。就总是在闹，但是一闹呢，我这个情绪吧，就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生活、工作这些压力啊，就接着就进行爆发了。他自从有了宝宝，一开始好几个月陪我出去一次，到现在了，每次就跟我摔，跟我变了，而且所有的孩子都要我一个人来管，什么都需要我来做。那当初不要跟我说呀，当初为什么要承诺我？必须我就生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我管。现在都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孩子现在谁在管？暂时是我公婆。目前孩子在老家，我是想让他多陪伴一下孩子，就是把现有的在城里这份工作呢，先辞掉，回到老家那边去找一份工作，有一定的精力呢去陪伴孩子，而不是说把孩子完全的扔在这个我们父母身边。就是我怀孕的时候，他说减轻我的压力，我不休假嘛，就把我一个人怀孕的我丢回老家了，跟我公婆一起相处。我怀孕预期反应特别大，就是从怀孕到生一直吐到那样。我从小就不喝牛奶，我公婆就听说的，哎呀，喝牛奶补钙对孩子好，就天天让我喝。我不喝呢，就说我不为孩子着想。然后我反应吃不进去东西嘛，有一次我就特别想吃，就他们所谓的垃圾食品，我吃就不好，就说我不为孩子想，年轻人不对孩子好。他还天天给我做那些虾呀、鱼呀那种，就是有腥味的东西，我根本就吃不了。给你做也难道做错了吗？我不是说做错了，但是我就感觉2代人在一起生活，他想法不一样，而且大家都管着我肚子里的宝宝，没人关心我，也没人理解我。其实我父母也很理解你，这个你也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。你说你怀孕的时候给你做这种营养餐，其实不也是为了你身体着想吗？再加上他父母年龄那么大了，去照看你还照看小孩，多不容易啊。那为什么不把孩子接到身边呢？之前也把孩子带到身边了，但是呢，就是经过几次这种孩子受伤了，一不小心自己在那玩，他还没有及时发现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孩子受什么伤？我老婆公婆家在农村，就是农村那种地炉，我不知道您见过没见过？菜锅这么高，见过。然后上面照热水壶，炉子上面不是铁的嘛，烧完火很烫。当时我就说，我说这个炉子不行，就拆了吧，换一个就坐地式的那种的。上面做一下防护措施，因为宝宝小，他会走了，一定会有危险嘛。我公婆他们就老一代的那个理论，我的儿子这么小就看大了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有一次，他们3个人在干别的事，我在开会，孩子不小心就把手烫了，然后大家就一起来指责我，
说我没有看好宝宝，我怎么当妈的，怎么样的，就这么来说我。那平常4个人，我在办公，我不是说在玩手机打游戏，然后他们都不管，问题都拖到我这儿来，都是我的问题。这按你这说法，不是更应该把孩子带到城里去了吗？你的环境更安全啊。本来一开始我们想着是孩子小，可能是还不需要我们一些照顾，我们就商量着每个节假日就回去看看孩子。现在呢，就变成了他每周都回去，带着我回去，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跟我说，就我们在一个单位，然后下班的时候就拉着我就回公婆家了。但是我的工作呢是行政人力，就是有一些行政的事务。每周一呢，几乎就有大领导来公司开会我们就准备一些接待的物品，都需要我到现场去做。领导给我打电话让我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在家，我不在公司。领导对我已经有意见了，其实，而且我这个年纪，我30多岁了，我很难再重新找一份现在这么相当的工作。我们俩的工资刚够解决温饱的问题，如果我再失业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其实他的公司情况我也了解，他的领导呢，其实对他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。我觉得啊，我自己觉得没有像他说的那种，就是领导频繁的在批评他呀，只是偶尔的会批评他。但是我是觉得啊，就是毕竟我们宝宝现在年龄比较小嘛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在他小的时候去缺少这个父母的陪伴。所以我们之前是约定好每周，就周5下班之后直接开车回老家看孩子。但是他呢，他就一在后期呢，就是一回去他就很反抗，因为可能是他觉得他自己的工作有一些这种困扰。及时回不来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的。但是而且呢，我还是觉得，因为我父母毕竟岁数比较大了，我觉得我们趁自己的周末时间去帮他们分担一下，我觉得没有啥问题。就是你知道吗？他更过分的一件事，他做了很幼稚的一件事。我们一个单位，他登录我的 OA 给我提了离职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我们领导找我谈话，说你怎么提离职了？我自己都不清楚，我就很吃惊。但是都同事。我也没吱声嘛，我现在已经失业2个月了，我根本在外边我也投了好多份简历，几乎没有相同待遇的工作来要我。我也不是说非得让你在家里做一份全职主妇，对吧？我是想着你呢，可以在老家那边找一份稍微清闲一些的这个工作。既然一方面呢，你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工作，第二呢，也能陪伴一下孩子，对吧？也能帮我们这个父母呢去减轻一下这个负担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孩子嘛。母亲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好的老师。我不想就是在孩子的小的时候缺少一个父母陪伴，导致孩子长大以后这个心灵啊，包括身体上会是有一定的这个伤害。是我不带吗？是他父母根本就不信任我，看不上我，不让我带。之前就提过说烫伤，再一个就是怎么呢？因为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不刚休完产假回来上班嘛，我工作压力也比较大那时候，然后我还母乳，就频繁的喂夜奶，喂完之后呢，我就睡着了。冬天我们东北比较冷，被子比较厚，我孩子在我俩中间就让被给捂住了，就哭了。我们俩都没听到，我婆婆听到了，然后就过来了。他们3个人一起在指责我。你说我俩睡在中间，我没听到，他爸爸的没有听到，就没有问题吗？孩子是我们2个人的，又不是我自己的。我当妈妈我也心疼啊。你们今天俩来干嘛呀？他已经给我辞职了，我带孩子也行，但是。就是孩子，我要接回我现在这个位置，我不能回老家带孩子。至于我公公婆婆，他可以来跟我们，或者说他感觉跟我们不合适，等到年纪大一点来找我们也行。我不想回到老家，因为我一个人，我家就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我一个女孩，我知道我在一个新的城市，上完学之后怎么立足，多难。我不想让我的闺女重新走这一步。他是想着在城里。什么叫他想着？孩子他带，你呢？为什么辞职的不是你啊？谁规定了一定是妈妈带孩子呀？因为什么呀？你有什么资格把别人的工作辞了？他去帮他老婆到人力那儿辞职，你有什么权利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把妻子支回老家去啊？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的想法是这样。你什么想法啊？就是我也不是说他自己回老家，我的想法就是因为他自己带孩子，我们都不放心在城里，所以呢，就是想让他呢回到老家，这样的话，父母也能帮他。不放心你带呀？不是有这个？他也有工作呀，人家跟您一个单位的呀。但是他的工资没有我的工资高，我的工资高就嘚瑟呀。
你是你答应他的对吧？生了孩子什么都不管是吧？是你说的吗？我先问你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是。一个女人说我要生孩子，这孩子生下来以后都不用我管我就生，让我管我就不生。今天还哪里说事儿？你不觉得可笑吗？这鬼话还会相信？还拿这个来做？他就是许诺我了，你这让我们说什么呀？我们给您出什么主意啊？对吧？10月怀胎不容易，把娃带到3岁也挺难的，但是咱们得想办法，得克服，不能抱怨。你们夫妻之间彼此抱怨有用吗？没有用。对呀，咱们想办法嘛，让老师给你们出主意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红兄，确实，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，父母对孩子的陪伴的重要性是不用我多说的。做父母的，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的想方设法的去陪伴自己的孩子。这种陪伴不仅是妈妈，还有父亲，而且陪伴孩子的时间很重要，这种时间它才是最值钱的时间。但并不是说妈妈的陪伴，父亲就不用陪伴了。您的想法是对的，但你做出来的行为是极端的，也是对妻子是有伤害的。就像赵传老师说的，你凭什么可以擅作主张把妻子的工作给辞了？你对他的尊重在哪里？你很显然就是把陪伴孩子的责任全部让自己的妻子去承担。您做父亲的于心何忍？所以你作为丈夫，我想今天真还需要和妻子达成共识，用一种最合适的、最适合你们的方式对孩子有陪伴。如果你们2个人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，哪怕你在省城能够赚钱，能够养活这个家，这个家也是鸡飞狗跳的。我认为最后伤害的就是孩子。谢谢。谢谢博红兄。女生这2个月没有工作，被他给辞了职，你在做什么？其实我简单的也回老家陪了孩子一段时间，然后近期呢把孩子接过来了，一边找工作一边看孩子。我觉得很好啊。先生，这样哪里让你不满意？我没有不满意，就是他想回到这个城那边，但是我还是想着让他在这个老家那边去找工作。为什么呀？不是很放心他自己带孩子。你是干啥的呀？你们现在其实就是我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啊，对不对？孩子接到身边来了，然后我们慢慢找一个妻子，找一个适合你们现在家庭状况的工作，对吧？一家3口在一起，孩子也在身边。这是妻子的规划。对呀。先生现在就不同意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孩子送回老家，让老婆回老家去带。所以说这个先生有多么的自私透顶，有多么的不负责任。你怎么就没时间没到说必须孩子回老家呀？还得让妈妈全职去伺候那个孩子？你是干啥吃的？当爹的不用陪呀，你不用叹气啊！你来这儿就是招骂的，自己不清醒，认为我当爹就可以甩手，只要给钱我就是个称职的爹吗？所以日子还想过，还想让孩子以后叫你一声爸，今天担起父亲的责任，把孩子留在身边，夫妻俩共同挣钱，共同抽时间，把孩子培养大。谢谢。谢谢杨老师。曹老师。就是我觉得吧，就多少异地生活的夫妻都是共同努力，尽量让夫妻2个人生活在一块儿，这样感情淡不淡放一边，起码它会有一个正向的提升。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，在一个城市生活就总比分开要强。当然，不代表绝对。就刚才我看这个丈夫说这句啊，这个媳妇儿自己一人带孩子，你说的是我们不同意。就肯定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对，可能有你父母的原因，但是我只是从我的角度啊，站在男性的角度去想，如果真的把你媳妇儿跟孩子送回老家，你父母帮着看的话，你就放心了吗？女方也说了，之前因为这个带孩子的事儿互相指责过，你不在家的情况下，
他们3个人因为孩子如果打起来了，你在外地你还帮不上忙，你苦恼不苦恼？你是不是也是在给自己徒增烦恼？你再爱你的事业跟工作，这家里打得跟热窑似的，然后你还帮不上忙，是不是？那你反正我感觉你的想法就是到时候那我就把电话一挂，我甩手掌柜，劝你啊，你别吵了，你也别吵了，结束了，不可能吧？而且归根结底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以孩子健康成长为主，离开时间太长了，确实是对孩子的成长没利，这是我的建议。谢谢曹老师，米达老师。在我听起来，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婚姻状态。现在的丈夫呢，就是借着把妻子赶回老家去陪孩子为理由，让妻子来帮着承担起照顾老人、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。这样你就可以既不管老婆，也不管孩子，也不管爹妈，自己一个人在外晃荡。所谓的我给了钱了，但那一点微不足道的钱，却需要让妻子在家里学会怎么和公婆和谐相处，以及怎么照顾公婆，怎么照顾孩子，还要听他动不动打个电话过来调查你的工作状况。你听上去仿佛要被丈夫坑进了一个既拿不到工资，也没有晋升前景的工作里，对吧？是。招聘你都知道，有一些工作条件不是很合适，我就不去。那么这样显而易见的坑，为什么还不跑？你的丈夫有哪一点爱你？你的丈夫有哪一点爱孩子？当然了，你的公公婆婆他倒是爱的，不然也不会公公婆婆一哭闹，他周末的时候就会回去。你认为在周末能够把他喊回去的是因为想念他的女儿吗？不。是他妈他爸在电话里唠叨，告诉他周末了回来看看孩子，不然怎么着，以及他妈他爸在电话那边说自己年纪大了，身体怎么个不好了，等等等等。而你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显得这么招人恨？是因为你知道你一去又会被人说，你一去就会被婆婆含枪带棒的指责，你一去，孩子跟你亲也不是，不亲也不是，你一去看到孩子心一软，舍不得放下他，想带走不行，想留下很难，于是宁可躲着，明明想的，但是却知道过去之后面对的可能是比思念更难熬的处境。眼下如果爱孩子，带着孩子离开这个男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可以带着孩子回娘家，他就给孩子抚养费就行了，你就拿着抚养费跟你的爹妈一起生活，找你自己喜欢的工作，你爹妈不会没事就骂你，没事就批评你，做妈妈没经验。我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都没经验，我们都是在跟第一个孩子第一天打照面的时候，同时学会他当孩子，我当母亲。过程中犯错情有可原，没有一个妈妈存心想伤害孩子。所以如果在这一段关系里头觉得太痛苦，离开这个自私的人，带着你的孩子回到你安全的地方，去追寻你想要的生活。谢谢米达老师，这为什么特别愤怒？就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让他回家是你提的对吧？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今天来到这儿吧，主持人和各位嘉宾说的话呢，其实我深有感触。我们从相识到相知，再到结婚，再到有宝宝，包括到现在，其实你经受到了很多的这种苦恼和受指责，也经历了很多辛苦。我作为你的丈夫，也作为孩子的父亲呢，没有尽到该有的义务。但是你请你相信，就是我们对你真的都是真心的，没有说恶意的，就有一些恶意的这种言语和心态。也请你再次相信我一次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现有的事情呢都处理好，也会给宝宝一个好的家庭，包括父母那边呢，我也会处理好。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谢谢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预测一下吧，你觉得他们，哎呀，气人。现在肯定会双出，但如果这个丈夫再一意孤行，这段婚姻还真没了。田老师，
肯定是双出，但是我觉得，就两个人离觉醒还有一点距离。哎呀，我痛在什么地方啊？怎么会有20多岁、快30岁的女性相信这种鬼话？不光是相信这种鬼话，那他会信说生了孩子跟你没关系啊，都是我们的，你就负责生啊。那说明他得多自私啊！自己生了孩子，所以你痛心嘛，就是啊然后怎么还会有人能说出这种话？包括是一家人啊，就是，哎呀，曹老师，肯定是双出。刚才两个人的表现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，现在，但是我是对未来有隐隐的担忧，现在。因为曾经有一个时代也都是这样，就女性也都在忙工作，所以他们的孩子送给了姥姥姥爷。然后可能对于有一些女性来讲，觉得我再生出孩子来，一定得有人帮我带，我可能才能够去面对人生。所以就不管他怎么会这么想吧，我希望他别出来，就至少在新的生活里头，跟女儿可以重新开始一种生活模式。啊，好吧，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行吧，好好的照顾孩子吧，放过老人，照顾孩子，承担自己的职责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时刻，来，请见证。请亮灯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谢谢主持人，请回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 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好了，再一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